大家好，我是阿发铺子。今天我们来讲台中有什么好玩的景点。那我们从高铁台中站开始讲起。高铁台中站位于台中乌日，是一个由高铁、台铁和捷运三铁共构的车站，交通转乘很方便。如果你是学生或考生的话，可以到旁边的追分成功车站购买车票做纪念，一张是15元，也有纪念章可以盖在车票背面。要注意，不能购买除了当天或特殊日期以外的票。网上很有名的彩虹眷村也在这附近，这个眷村会比你想象的小很多，附近也没什么景点，是个拍完美照的地方。个人觉得这里的可看性有点低。旁边的望高寮是晚上想看夜景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，但因为离岭东科大很近，所以这里也是学生的约会圣地。往上走来到东海大学，这里最有名的是他们的路思义教堂，但除了这个教堂，这里卖的乳制品也是相当棒，奶香味很浓郁。另外，在文理大道这边有一个在2000年的时候设立的时空胶囊，里面摆放了东海的各个科系代表性纪念物。2050年的时候会迎来第一次的开启，今年2025年，时间刚好过了一半。每年的4到6月可以来看木棉花和凤凰花。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校区后面的夜市吃晚餐。接着我们往台中的海线走，这里最有名的景点是高美湿地，你可以搭309号或655号公车到这里。在很久之前是能够走校区这个湿地去玩的，但是现在为了破坏环境，修建了一个木栈道出来，不让游客下去了，但整体还是很不错的，很适合散步踏青和看夕阳。不过这里的风真的很大，要注意一下。旁边有一个渔港，除了鱼市场，也有熟食区可以吃海鲜。往下走会到一个购物中心，这个购物中心占地蛮大的，是属于好逛的购物中心。那这3个地方是可以搭配着一起去。礼拜5的晚上还有一个小夜市可以逛。讲完了台中沿海，那接着我们就往市中心走，有台铁和捷运2条路线。如果选择搭台铁的火车，可以坐到台中车站，这里和台北车站的流浪汉聚集人数是全台车站中数1数2的多，政府好像也没有在管，出站的时候看到不要太惊讶。车站内和复兴工厂有一些文创商家可以逛。远一点的文化园区，除非是有展览或是市集，不然平时的时候很冷清，不如去另一边的漫画博物馆，或者是去第3市场和忠孝夜市吃东西。台中车站附近还有秀泰、大鲁阁和拉拉破3间百货公司可以逛。而帝国糖厂这边是一个公园，去拉拉破的时候有路过就可以了，不用特地前往。再过去就是旱溪夜市，夜市占地和摊贩数量规模算大，但像这种大夜市，我自己更喜欢大庆夜市一点。过2个夜市都蛮好的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而已。车站前面有很有名的公园眼科，这里卖的商品和伴手礼价格都不便宜，主要是来这里吃冰淇淋的，一球好像是100块。不过它的冰淇淋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，喜欢吃甜的人可以去买来品尝一下。往前走就是台中市役所和台中州厅。台中州厅是需要预约才能进去里面参观，每周日会有2场，一场可以进去30人。参观当天在文资处报到。再过去就是台中文学馆和第5市场，但这里我也没有来过。而另一边的第2市场应该是台中市第1到第6市场中最有名的一个，不管是当地人或游客都会来这里吃东西。来这里要吃的是卤肉饭、萝卜糕、肉圆、葱油饼等台湾小吃。到这里为止的景点都被我归类在台中火车站商圈。再过去就是义中商圈，范围包含义民商圈到义中街。
比起逢甲商圈，我也更喜欢这里，因为商圈内有一个中友百货，逛累了可以进去吹冷气休息，非常的不错。而逢甲夜市其实跟一中街不相上下，但就是得一直走，会比较累一点。一中街旁边就是台中公园，这公园旁边有一个日药outlet，以贩售鞋子和衣服为主，想买特卖商品的可以来，但是就是商场比较小，我记得好像只有4-5层楼可以逛。接着我们讲台中的第3大商圈勤美草悟道商圈，这里的最北边是科博馆，它前几年取消了每周3免费入场的优惠，所以现在都是要买票入场，不过票价也不贵就是了，但还是有许多购买优惠票的方法，像是这个本馆和它的3个分馆有票根互惠的方案，以及在元旦、儿童节、国际博物馆日、921和教师节等节日开放特定对象免费入园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拥有博物馆联盟的票根，也可以买到优惠票。而在科博馆的对面有一个植物园，里面布置得很漂亮。礼拜2、礼拜4和周末会有象鱼和食人鱼的喂食秀，要自己注意一下时间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科博馆，有来台中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。旁边有第6市场和搜狗百货。那这个第6市场跟刚刚说的第2、第3、第5市场不一样，它是在一个小百货公司内的室内市场，非常的干净。所以在这里吃东西会贵一些。从科博馆到市民广场中间的绿色走道是草悟道，每个周末都会举办市集。而在草悟道的旁边，除了有勤美百货公司，去年还新开了一间美术馆，只是我也还没去过。草悟道前面的公益路有很多餐厅，竞争很激烈，是台中的一级战区，所以这里餐厅菜单价格大部分都属于中高价。草悟道对面就是市民广场，平时可以来这里野餐。每年10月份的时候会举办爵士音乐节，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的爵士乐团来表演，可以免费入场观看。这活动超受欢迎，每年人都超级多，想去一定要早点到，不然草皮可能就没位置了。市民广场旁边的 Park 处广场有美食摊贩，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去买东西吃。再下去就会到审计新村，聚集了很多文创摊贩，还有泡芙和地瓜球这些小点心。最后就会到达台湾美术馆，这个美术馆是可以免费参观的，假日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，可以来这里走走。以上的景点都被我归类在台中市区的3大商圈。那么如果我是想从高铁站搭乘捷运进市区呢？在丰乐公园站这里有一个秀菜影城，附近还有一间清真寺。那这个清真寺是中部唯一的伊斯兰建筑，会有很多穆斯林国家的信徒来这边。想入内参观的话，要先打电话预约。再往上坐到市政府站，下车穿过夏绿地公园就会到达台中歌剧院。这个歌剧院的内部和外观都设计得很有特色，很适合拍照打卡。里面还有一些咖啡厅可以进去吃点心。歌剧院这里也算是一个小商圈，因为它旁边有大圆百、星光、老虎城和诚品4间百货公司可以逛。只是星光百货最近暂停营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新开幕。而且秋红谷也在它的旁边。再上去到文心樱花这里，可以转公车去逢甲夜市。如果你太早到的话，也可以先去中央公园的游客中心玩一玩，里面有飞机的互动设施可以体验。最后到文心中清站。春节的时候，天津路会有一个年货大街，卖年货的摊贩很少，但小吃摊很多，算是一个春节限定版的夜市。天津路旁边的北平路则是本来就聚集了很多好吃的餐厅。
从这里再往上走到潭子那边，有一个潭雅神铁马道，可以去骑自行车，来回大概2-3个小时。再上去一点的丰原，则有庙东夜市和太平洋百货可以逛。另外，丰原也有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，从后丰铁马道就可以一直骑到东丰铁马道，来回大概也是3个小时。最后就是后里。力宝乐园就在这边，这个游乐园跟义大游乐园一样，有一个Outlet购物中心。不想玩游乐设施的话，也有其他地方可以去。附近还有一个月梅糖厂可以吃冰棒。旁边的泰安派出所则是在每年的2到3月可以来这里看樱花。而在另一边的雾峰有一个科博馆的分馆921地震园区，你可以看到921大地震让地面隆起的遗迹。园区内有一个可以体验人工地震的展馆，但需要另外买票。整个园区规划的还蛮不错的，这景点可以跟附近的光复新村、亚大美术馆、神医会纪念园区和林家花园搭配着走走。礼拜2或礼拜5还有一个雾峰夜市可以买晚餐。OK， 那么市区和平地的景点大概就是这些。接着我们就往山上走，在大坑这里有1到10号的登山步道，这些步道几乎都能够在2小时内爬完。而其中最有人气的是9号和10号步道，因为这里除了可以爬山，还有很多卖蔬菜和食物的摊贩，假日的时候会很热闹。继续晚上深入就会到新社，每年11、12月的时候，新社这边都会举办一个大型的花博，这个花博也是很有人气，每年赏花的游客都很多。再往上走就是谷关，很多人来这里泡温泉和爬谷关七雄。这里的爬山级别就不是大坑那种轻松休闲型，全部都是要爬半天到1天的步道，来回要4到5个小时的步道有白毛山和潭麻丹步道，6到7个小时的有乌我尾山、东卯山步道，而需要到8个小时的则有马伦山和波金加山。最后就是七雄之首八仙山，全程来回大约要花9到10个小时的时间。从这里回市区的路上有一间白冷冰棒，这里卖的是大甲溪发电厂做的冰棒，有用无叶松制成的特殊口味，非常的特别，路过的时候可以停下来品尝看看。谷关的旁边则是大雪山园区，基本上台湾好心最远就跑到这边。再往上的德基水库、梨山、武林农场就比较适合自驾的旅客前往，主要也是春天的时候来这里赏花为主。以上就是台中景点的大致分布。观光客来台中的话，大部分都会去市区的3大商圈，住宿就选在市区就好，不一定要住的离商圈很近，会比较贵，可以住远一些，反正公车都还算方便。各商圈景点也算集中，到了之后用走的就都可以到。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